嘿，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野蛮进化，一个帮助你从思维上打破认知枷锁，帮助你不断在两性关系以及事业发展中提升个人价值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话题，构建你的现实框架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框架其实就是你对现实的个人解读，它是在你脑海中构建的，而且完全是主观的。那么什么是框架强度呢？简单来说，它就是指你对现实的解释有多坚定，你对自己的相信程度，以及你会不会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。一个强有力的框架就像是自我实现的预言，你认为世界是怎样的，它往往就会呈现出怎样的一面。在这里，我想分享一个观点，你的框架强度决定了你的生活态度和选择，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小秘密，更是影响你与世界互动的神秘力量。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受到称赞时，如果你的框架告诉你，你值得这样的赞美，你就会欣然接受。但如果你内心觉得自己不配，你可能就会把这份称赞当作施舍或是假意奉承。同样，一个自信的男人可能会觉得和任何女孩约会都是对他的荣幸，而一个寻求认同的男人则可能觉得这是自己的幸运。这种框架不仅影响你的行为，还会影响别人对你的行为。如果你被人嘲笑，但你的框架让你不把它当回事，你只是一笑置之，那么那些嘲笑你的人可能就不会再这样做了。相反，如果你对嘲笑有强烈的情绪反应，你的反应就会让人们觉得他们做得对。我们作为社会动物，总是在观察别人怎么做，以此来判断谁的框架更稳定。但是，我们往往会接受那个在冲突中情绪反应最少、最坚定的人的框架。这一点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，更是在领导力和影响力中发挥着关键作用。那些拥有最强框架的人，往往拥有最大的社会影响力，因为更多的人会享用他们的框架。人们的框架经常存在冲突，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制度的社会中。在这些微妙的框架冲突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谁更有资格承担更高价值的角色，而最终拥有最强框架的人会胜出。这就像是一场无形的较量，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上演。举个例子，你和一个女孩之间的框架冲突，她可能认为我是个美女，想追我可没那么容易，而你的想法可能是我不缺女人，我跟你聊天是因为我觉得你有趣，如果你有特别之处，我们的关系可以继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的框架更强，会通过周围人的行为来体现。朋友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不仅仅是关于恋爱的游戏，它揭示了框架如何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作用。那么，谁在筛选？谁在试图讨好？谁因为别人的接受程度而在情绪上受到影响？而谁又满不在乎？谁在竭尽全力维持交谈？谁又心不在焉？谁失去信心？谁的信心不受影响？他的信心来自于男人的迁就，而我的信心不需要来自他的认同。当两种框架碰撞时，我没有像其他男人那样迁就他，所以他会用他一贯的方法生气，来测试那些软弱的男人，那些对他有需求的男人。而我从不觉得我需要讨好一个女人来获得她的好感，我的框架比她更坚定，所以最终她从内心妥协了，而我获得了更多的吸引力。这不仅仅是关于两个人的互动，它是一个关于如何通过框架的力量实现自我价值和影响力的案例。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现象，让我们从这个个人的小故事转向一个更广泛的视角，看看认知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。经过广泛的研究，认知行为学家和心理学家揭示了一个引人入胜的事实：人的大脑喜欢一致性，讨厌不一致。当一个人的主观认知与外界接收的信息不一致时，会感到非常难受，严重时人会感到痛苦，消耗大量脑力，导致身体连锁反应，比如反应迟钝、没胃口、无法专心做事、嗜睡等。这个发现不仅仅是一个科学事实，它是我们理解自己行为和情绪的钥匙。研究还发现，面对这种情况，人们的反应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，大致可以分为3类。第一类人会改变和更新自己的主观认知，以保持与外界信息的一致性。第二类人会屏蔽外界信息，
避免矛盾和不快。第三类人会相信自己的主观认知，并寻找更多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。第二类和第三类人都是站在自己主观认知的一边，不同的是，第二类人采取逃避态度，关闭外界信息通道，而第三类人则积极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。朋友们，如果让你选择，你会选择哪一种呢？乍一看，第一类和第三类似乎都是正确的态度，积极而主动，不固步自封。最差的似乎是第二类。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心理学家发现，第一类人往往没有主见，容易被别人控制和左右，自信心偏低，性格软弱。第三类人自信心较高，做事有主见，处理问题时往往采用理性态度。第二类人自信心不稳定，虽然看似坚定，但实际上是在逃避现实。然而，更厉害的来了，还有一类非常特别的人，他们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。这类人会主动创造一个新的客观现实，以使客观现实与主观认知保持一致。与第三类人不同，因为第三类人的主观认知会有一定的现实基础，而不是脱离很多，所以他只需要寻找更多的证据，就可以加强他的主观认知。而第四类人的大脑中，他们的主观认知可能没有太多现实基础，但这就是他们异于常人的地方。他们不需要找证据证明，他们只需要坚信自己的认知，并用行动去改变外界现实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你可以认为他们极端自我、极端偏执，但他们往往能够达到目的。这类人与第三类人的区别在于，他们没有现实基础，也不需要证明，他们用行动创造自己想要的现实。与第二类人的区别在于，他们知道外界现实与自己的认知有差距，但他们没有封闭头脑，而是改变外界现实。从这类人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，一种敢于挑战现实、创造可能性的勇气。这就是这类人的厉害之处。他们占人口的极少数，但往往是各领域的顶尖人物，如乔布斯、贝佐斯、克林顿、川普等。这就是为什么自我心象和身份感如此重要。当我们认为自己是高价值身份时，我们就构建了一个成功的自我心象，为大脑创建了一部模拟器，欺骗自己相信这就是真实事物。要知道，大脑并不清楚真实事物和想象事物之间的区别。记住，大脑最容不得不一致性。如果我们在大脑里坚信自己的高价值身份并充分认可，因为大脑讨厌不一致性，它就会将外在的现实事物与脑内的主观意识相匹配。你会不自觉地主动改变外在，创造你自己的现实。这就是大脑底层的工作原理。总结来说，你首先在头脑中构建了自己的现实框架，然后投射到外界现实，以使外界现实与头脑中的现实框架匹配，最终你就构建了你的现实。谁有最强壮的现实框架，谁就赢。你相信你的人生是有前途的，充满能量的，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。谁有更强的框架，相信他是谁以及其他人怎么对他，将会把别人吸进，拉进他的现实框架中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正在观看的朋友们说，要活在自己的现实框架中，跟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脱节。首先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构建高价值身份，然后把这种感觉和姿态投射到现实的世界里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就不断创造了你想要的现实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内容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让你有所收获和思考。你的点赞和订阅是我做下去最大的动力和支持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。